最近，一件事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。在菲利斯塔彻底消失之后，她的丈夫杜宾开始频繁地出现在邻居的视频中，这让不少粉丝敏锐地察觉到，似乎团队的流量焦点正在从菲利斯塔转向杜宾。要知道，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，菲利斯塔的频道几乎是围绕她一个人展开的。她的微笑，她的勤劳，她和家人的生活点滴，构成了一个充满温度的中非家庭形象。可如今，主角不见了，镜头却依然在运转。只是这一次，镜头里的主角换成了杜宾。杜宾的回归，从镜头背后走向镜头前。最早发现杜宾频繁出镜的是一位熟悉的邻居博主，他的视频中，不论是收麦子、做饭、聊天，都能看到杜宾或多或少的身影。他帮忙搬凳子、搭灶台、递东西，看起来十分自然。甚至有时候，他会主动与镜头互动，和邻居开玩笑，或者分享日常生活。这些画面一开始被网友视作杜宾在家帮忙的温馨片段，但随着频率越来越高，大家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。杜宾怎么最近出现得太频繁了？他不是一向不爱出镜吗？是不是团队有意让他曝光？网友们的直觉往往是敏锐的，杜宾的出镜次数确实远高于以往。而与此同时，菲利斯塔的账号却依旧停更。曾经的说法，杜宾不愿出镜。要知道，在菲利斯塔的巅峰时期，粉丝几乎从未在他的视频中见到杜宾。那时，菲利斯塔经常独自拍摄，无论是做饭、种菜、带孩子，镜头始终对准自己。当有人在评论区询问为什么从来不见你老公，菲利斯塔的回答总是他不喜欢拍视频，比较害羞。这句话当时让大家都理解了，杜宾可能是个低调、不喜欢曝光的中国男人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成为幕后支持妻子的丈夫这一温暖形象。然而，如今的情况却完全不同。他不仅出现频繁，而且看起来非常享受镜头，不再是那个害羞的男人，反而是镜头的新焦点。于是，粉丝开始质疑，原来杜宾并不是不想出镜，而是团队不让他出镜。难道那时候一切都是团队的安排？3. 团队的新策略，流量不能断，就换人顶。从运营角度来看，这样的变化其实并不难理解。菲利斯塔长期停更，热度骤降，团队手中掌握的大量资源和账号矩阵，如果不借助新的核心人物，势必流量难以维持。这时，杜宾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。他不仅与菲利斯塔有天然关联，观众对他本就充满好奇，而且作为中国丈夫的身份，也能更容易被本土观众接受。于是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，杜宾出现在邻居的视频中，这些邻居的账号播放量暴涨，粉丝增长，评论区一片杜宾来了，想念菲利斯塔的声音。换句话说，团队借助杜宾的出镜，把菲利斯塔的残余热度导向了邻居账号。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流量转移策略。他们知道菲利斯塔短期内不会回归，于是通过杜宾让流量不至于彻底冷却，同时也能带动周边账号共同受益。4. 网友质疑这是杀鸡取卵。然而，这种操作在观众看来却并不光彩。有网友直言，这不是在榨干菲利斯塔最后的价值吗？团队现在连杜宾都开始利用了，把流量全分给邻居，真是杀鸡取卵。确实，从外部角度看，这个逻辑非常清晰。团队在失去菲利斯塔之后，不再维护原有的形象与品牌，而是将剩余热度通过配角出镜方式稀释掉。他们似乎不在乎菲利斯塔个人的未来，只在意账号矩阵的整体活跃度。过去我们看到的是菲利斯塔撑起一个家的故事，现在看到的却是团队努力让这个家继续制造内容，但没有了菲利斯塔的笑容和温度，这些内容再多也显得空洞。5. 杜宾的角色，主动还是被动？另一个关键问题是，杜宾是否知情？他是主动参与，还是被团队安排出镜？从视频来看，杜宾面对镜头非常自然，甚至有点享受被关注的感觉。他帮邻居拍视频，出现在镜头中，与观众打招呼。这种表现不像被强迫，更像是主动配合。但也有网友认为，也许杜宾只是希望让生活继续正常进行，毕竟他还要养家，还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。在团队的邀请下出镜，也许只是权宜之计。然而不管杜宾是否主动，可以确定的是，他成了团队新的流量纽带。通过他的存在，团队延续了故事，保住了话题。6. 消失的菲利斯塔，被替代的核心。
如今再回看这一切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菲利斯塔似乎正在被系统性消失。邻居的视频中，他的名字不被提起，杜宾出现在镜头中，却再也不谈妻子。评论区如果有人提到菲利斯塔，大多得不到回应，仿佛他从未存在过。有网友感叹，以前是菲利斯塔撑起了整个家庭故事，现在他却被抹去。这不是团队培养新 IP， 而是彻底掩盖旧人。这种去菲利斯塔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，也让人怀疑团队是否已经放弃他，转而全力扶持中国人主导的内容矩阵。结语：流量背后的冷与暖。这场变化表面看只是视频内容的调整，但背后反映出的是流量时代的残酷。一个人火的时候，所有的资源、镜头、机会都围绕他，当他不再出现，团队迅速转向新的目标，继续榨取关注度。而观众真正喜欢的，从来不是镜头前谁出镜多，而是那些真实、温暖、有情感的生活片段。如果没有了真情，不论杜宾出现多少次，也难以换回菲利斯塔留下的温度。网友希望，未来有一天，菲利斯塔能亲自出现，解释这一切，告诉大家他的生活，他的选择。那一天，或许这个故事才算真正圆满。